我每天都只敢躲在道观里，只因5年前我来道观寻求修仙之路，但是没想到在我还没入门，遇到了百鬼夜行。师父为了救我一人抵挡百鬼，而救我一人活下来。在这5年，我倾尽给所有，只为无尽一切。小子，你是千年一遇的修仙奇才，跟老夫来，送你一场大道。但一场而来的事故，天色大变，在我入门的第1天，就遇上了百鬼夜行。师父被鬼王一脚踩死。我本以为我也要像电视剧那样来的穿越上去，但我闭上眼睛很久，没有想象来的漂浮落空的。一睁眼发现他们都消失，而我的手上只有一个黑脸印记。说到底，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不疼不痒，至少给点反应吧。不是，不会来真的了吧？运长生本能地望向大门方向，满脸紧张。可恶啊！这5年来道观就只有我一人，修炼也只是修炼的寂寞，到现在我还是也才练气1层。此时，在他丹田里躺着的只有3根发丝般细小的灵气。我现在唯一会的术法也只有5雷正法，可是我现在也只能打出3次雷法，而普通的雷法真的会对那些恐怖的鬼王吗？继续躲下去也没有意义，必须想办法闯出一条生路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把我吓得躲在道观里5年不敢出去，今天不管来的是什么东西，我跟你拼了！运长生推开厢房大门，气势汹汹地冲了出去。星宇，你输了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我劝你选真心话哦。你看那几位男生盯着你都快流口水了，说不定你今晚就能直接脱单了呢。瑶，别开我玩笑了，我选大冒险。夏星宇有些紧张，还有几分羞涩，他不太习惯这种人多的场合。今天还是同寝室的苏瑶硬拉他。大冒险？你认真的？哇，星宇，我劝你还是选真心话吧。这好像也没什么难度啊。星宇，你不知道这道观闹鬼。据说这道观明明已经荒废好几年了，但附近的村民有时候会看到道观里有一个年轻人的身影出现，那不是鬼还能是什么？应该只是谣言吧。但既然已经选了大冒险，他还是深吸了口气，朝着道观方向走去。俊哥，这头套好逼真啊！这东西可花了我好几万呢，小心着点用。好。不错，这绝对能吓到夏心雨。俊哥，我们吓唬他干啥？富家哥的内心真难懂，居然还好这口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你听说过吊桥效应吗？2个人在一起经历危险的时候，会错误的把心跳加快，当做对对方的好感。等下你跑出去吓夏心雨一跳，我来个英雄救美，这不是分分钟把他拿下？而且我在山脚下都已经开好酒店了，今晚嗨起来！还得是俊哥学问多啊，我们赶紧跟上去吧，免得把人跟丢了。张俊点了点头，2人连忙摸黑追了过去。俊哥，这地方不会真闹鬼吧？闹鬼？你特么现在比鬼还吓人，只有鬼也是你吓他，快去，不然又错过机会了。夏心雨虽然很害怕，但已经取出手机，准备跟道观合影了。什么声音？僵尸，这地方竟然真闹鬼了！砰的一声，旁边道观的大门忽然被打了开来，一个身穿道袍的身影。道袍，又一具僵尸，中西方的僵尸这都凑齐了呀！完了，早知道就选真心话了。这是哪里来的小子？这不害我大计吗？不能让这小子坏了俊哥的好事，先把他吓晕再说。小子，算你倒霉。他高举双手，他就朝着运长生冲了过去，龇牙咧嘴的，看着十分骇人。5年前，百鬼夜行，最弱的鬼都比这玩意恐怖100倍。5年后，他们竟然就派了这么个玩意来收拾自己，这也太看不起人了！妈的，跟你拼了！今天不把你打出屎来，我就不幸运。5雷正法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有些不对劲。5雷正法虽然是道教经典，我只能唤出普通的闪电。眼下这道紫色的闪电明显非同寻常，若不是第一次使用，这威力怕是能把那头僵尸给劈成飞灰。他怎么有点像传说中的紫霄神雷？这可是传说中的10大神雷之一啊！可是自己明明修炼的是5雷正法，为什么会唤出紫霄神雷的时候？突然一道惊呼声打断了他的思绪。他的屁股焦了。这哪是什么僵尸？这分明是一个人。闲的吧，大半夜不睡觉跑来吓人。要是下次闲多喝点白开水。说完，运长生给他来了。陈凯本来就疼得死去活来的，运长生这一脚差点没给他直接送走。僵尸先生，你这样会弄死他的。他大半夜跑来吓我，弄死他都算便宜他了。而且我不是僵尸，你见过这么帅的僵尸吗？现在僵尸都开始臭美了吗？这时乌云渐渐散去，月光洒落，夏星宇也终于看清了他眼前的那个僵尸。
原来这个道士看起来好年轻，好清秀。对不起。你道歉就道歉，你脸红的泡泡茶壶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大半夜的对妙龄少女意图不轨。你认识这坨玩意吗？认识的话就把它拖走，到关门前不能乱丢垃圾。还好不是百鬼夜行找上门来，回头还得仔细研究下这紫霄神雷是怎么回事。如果自己能熟练掌控，说不定自己……夏星宇掀起陈凯的头套看了眼，怎么会是他？他一个人自然是拖不动陈凯，没办法，只能跑回露营地喊帮手。但没想到异变发生，鬼真的闹鬼了！这地方怎么真闹鬼啊？我每天都只敢躲在道观里，只因5年前我来道观寻求修仙之路，但是没想到在我还没入门，遇到了百鬼夜行。师父为了救我一人抵挡百鬼，而救我一人活下来。在这5年，我倾尽给所有，只为无尽一切。苏瑶被吓得花容失色，其他几人也好不到哪去，包括刚跑回来的张俊在内，几人被吓得浑身直哆嗦，六神无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。好啊！关键时刻，夏星宇焦急的一声大叫，夏星宇跑到几人面前，拉着他们便朝着山下的方向跑去。星宇，谢谢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跑快点！听说过鬼怕人多的地方，只要能逃到山下的小镇，我们就安全了。但他们本就是脆皮大学生，体力堪忧，跑个1000米就能要了老命，更别提跑山路了。不过5分钟的功夫，他们的速度便慢了下来。眼看着那猎头女小鬼快要追上来，张俊突然绊了一跤。救我！快救救我！眼看猎头女与小鬼距离他已经不到10米，但谁敢救他？关键时刻，一道倩影挺身而出，夏星宇折返回来，拉起了张俊。星宇，谢谢你，还有对不起。什么对不起？夏星宇还没理解张俊的话是什么意思，他就被张俊猛地推了一把。张俊，你……他怎么都没想到，他折返回来救张俊，结果却被张俊当成了诱饵。张俊头也不回，夺路狂奔。他确实喜欢夏星宇，但现在命更重要。死都有不死平的，要怪就只能怪你太善良了。张俊，你这个混蛋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我万万没想到，张俊竟然能做出这么畜生的事情，我居然还答应要帮他追夏星宇。一旁其他几人也是怎么都没想到，张俊竟然能忘恩负义到这种地步。完了！此时他几乎都能闻到2只厉骨腥臭的毒尸了，他逃不掉了。就在猎口女张大嘴巴准备把夏星宇的脑袋整个吞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黑莲印记不是空穴来风。你们果然来了，哪里跑？看雷！虚空生电，紫霄神雷再现，那只女鬼也被这巨大的动静惊动。她抬头看向天空，眼中满是错愕。哈哈，嘴巴张这么大，肚子饿了是吧？我这就喂饱你。运长生伸手对着女鬼一指，紫霄神雷从天而降，直接灌进了女鬼巨大的嘴巴里。她只来得及发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声，便4分5裂，最后更是化为飞灰，洒落满地。之前慌慌张张的，我没有看清楚，但这一次，这闪电是这位道长唤出来的。这世上竟然还真有可以呼风唤雨、动用道法的真人。他目瞪口呆，一时间鬼怪带给他的恐惧都暂时忘记了。直到旁边那只小鬼满脸狰狞的吐出舌头，他才猛地惊醒。道长小心！你也别想跑，你也有份。一发紫霄神雷下去，他跟他的长蛇就已经变成了飞灰，死得很安详。没想到真的能唤出紫霄神雷。之前劈那个冒牌僵尸的时候，不是自己的一时运气，这紫霄神雷对付真正的鬼怪的时候有克制作用。如此一来，我面对百鬼夜行也有了几分保障，说不定我真的可以活下去。这山上不安全，你速速离去吧。道长，你身后还有什么还有？我靠！1只、2只、3只，足足8只形态各异的妖魔鬼怪，正从山林的4面8方朝着他逼劲儿来。不好，我体内的灵气已经全部使用完，这下完犊子了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些恶鬼已经死死地盯住了运长生，压根不管其他人，似乎他有着什么格外的吸引力。一道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响起，一头脑袋开裂、长了4个眼球的恶鬼朝着他猛地扑了过来，转瞬间已经来到运长生身后不到1米的距离。完蛋，腿软了，早知道这5年来就多锻炼一下身体了。但这可是鬼啊，他们又不会累，体力再好又有什么用？充其量不过就是让鬼在吃自己的时候，感觉自己的肉比较劲道。完了，难道我今晚真的要死在这里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执行死去的女鬼还有小鬼的身上突然升起2道红色光团，他们速度极快，几乎是在眨眼间便已经飞了过来，融入运长生的体内。糟了，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鬼东西，但鬼身上冒出来的东西能是好东西吗？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嘎定了。就在顾长生觉得自己万事休矣的时候，突然他体内涌出一股热力，他惊喜地发现，不知道为什么竟然突破了。
炼气2层，灵气也回来了。何方魑魅魍魉也敢在我面前造次？紫霄神雷天降，四目鬼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就直接被劈成了飞灰。夏星宇看得一愣一愣。这位道长太厉害了，面对这么恐怖的鬼怪，竟然还处事不惊，丝毫不惧。那四目鬼都快贴到他脸上了，他才不紧不慢地动用道法送他升天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运长生是被吓到腿软，根本动不了。哈哈，今日贫道便替天行道，送你们这些妖魔鬼怪上路。运长生兴奋极了，因为这只四目鬼被他劈死之后，他的体内也冒出了跟之前一样的红色光团，融入运长生的体内后，他的修为竟然提升了一丝。我终于明白之前为什么自己会突破了，自己斩杀这些恶鬼，竟然能提升修为。这些面目可憎，能把普通人吓得魂飞天外的恶鬼，在运长生眼里变得格外的可爱。这哪是什么恶鬼啊，根本就是经验宝宝！你速速退去，贫道要与这些恶鬼血战到天明，不死不休。道长，夏星宇感动极了，运长生的形象一下子就在他心中变得伟岸无比，一个斩妖除魔、为国为民的高人形象在他心中浮现，他的尊敬与憧憬油然而生。但是运长生满脑子想的都是升天，不等夏星宇感谢，他便已经掌控雷电，主动杀向了恶鬼。一溜烟的功夫，他就已经跑没影了。他一边在山里狂轰滥炸，一边哈哈大笑，鬼见了都想查询他的精神状态。不过这也怪不得他，因为运长生在一通狂轰滥炸后，又突破炼气3层，将附近的恶鬼杀了个干净。如果再杀上个几十只，我估计能直接突破到炼气4层。这百鬼夜行应该不至于只来了这么点鬼，肯定还有同伙。这些王八蛋竟然堵住了我道观的大门，真是冲我来的！看见过我的脸吗？无面鬼，去你星星的！就这也想吓到我，给老子吃雷！无面鬼很可怕，但很可惜，他遇到了运长生，在他眼里，这就是经验宝宝在卖萌。这一夜，轰隆隆的电闪雷鸣之声响彻整个紫金山，经久不衰。我每天都只敢躲在道观里，只因5年前我来道观寻求修仙之路，但是没想到在我还没入门，遇到了百鬼夜行。师父为了救我一人抵挡百鬼，而救我一人活下来。在这5年，我倾尽给所有，只为无尽一切。山上的厉鬼已经收拾了干净了，这一波的百鬼夜行我算是撑下来了。虽然不知道为何这次的百鬼夜行比起5年前的弱了许多，但这总归是好事。而且他的修为也提升到了炼气4层。之前苦修5年，也才堪堪踏入炼气1层啊！看来之后得多找些厉鬼来斩杀，这才是正确的升级之路。就算这些王八蛋不来找自己，自己也要主动去找他们，这可都是上好的经验包啊！但这次的百鬼夜行力度比5年前的小了许多，我也无法保证5年前鬼王横行的那种情况不会再次出现，还是得赶紧提升实力。五雷正法为何会变成紫霄神雷？这，我一直修炼的，难道不是五雷正法？5年前，他是在柴房里面找到这本功法的，破破烂烂，上面还满是灰尘。他估计师傅他老人家是准备把它当柴烧的，因此运长生这几年来也只把它当做最平常不过的功法。他怎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变化？难道是与我斩杀那些厉鬼有关？他连忙将其翻开，只见无字天书一般的页面上出现一个个滚烫的金字，正是他之前5年一直在修炼的五雷正法的内容。这竟然不是五雷正法，而是九霄御雷真经的第1层。原来我这5年间修炼的一直是九霄御雷真经，五雷正法我已经修炼的滚瓜烂熟了。要是没有后续的功法，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提升了。出乎本能的，运长生便翻开了第3页，但这一页却是一片空白。恐怕自己得修炼成第2层、第3层的内容才会出现。贪多嚼不烂的道理，运长生还是懂的。他也没着急，把第2层的内容滚瓜烂熟的记在了脑子里后，他又把封皮背面的总纲给读了一遍。九霄御雷真经一共10层，每一层都对应着一种无上雷法，等10大雷法全部修成之后，可灭仙弑神，是这世间妖魔诡异的克星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那些鬼王趴在我的脚下长生佛。师傅，虽然是你让我这5年来胆战心惊的，但这是我们师徒俩太倒霉了。说实在的，也怪不得你老人家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如此精彩的一面。师傅啊，你可要保佑我一切顺利。回头我让那些鬼王挨个跪到你面前磕头认错，特别是那个鬼王女皇，必须让她哭着求饶。运长生他永远不会那一碗他的身形，只有普通人类大小，在一众大山般的鬼王中显得格格不入，但他身上的气息却是格外的恐怖。只看了一眼，运长生便感觉在地狱走了一遭，他的眼神更是漠视一切，仿佛将众生都视为蝼蚁。曾以为自己一辈子都没法复仇了，但现在我终于有希望了。你们这些鬼王来紫金关了，指定没有你们好果子吃，必须打你脸。上完香之后，运长生便开始修炼。一道敲门声突然响起，紫金关迎来了一位意外的客人。
会是谁？紫金关这5年来可从来没有来过任何客人啊。是你，这不是昨天晚上自己救下的那个女大学生吗？道长你好。夏星宇看起来有些社恐，不敢直视运长生的眼睛，但他还是鼓起勇气提起了自己买的果篮。昨天晚上我都没来得及道谢，所以想来谢谢道长。没打扰到你吧？没事，不打扰。运长生摇了摇头，收下果篮。一大早就上门来道谢，这女生倒是有心了。道长，我叫夏星宇，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。道号这东西一般都是师傅来取的，但师傅还没来得及取，就直接嘎了。我还真没有道号，便唤我长生吧。他直接用了自己的名字作为道号，这也是他的一个愿望。修仙之人又有谁不想真正的长生呢？他便要掌控自己的命运，结发寿长生。长生道长真是个好名字呢。长生道长果然很有仙人的韵味，再配上一身道袍，说不清的洒脱跟出尘，在他的身上有着一股特别的气质，跟我大学里的那些男生完全不同。居士，完了，害羞死了，自己刚才竟然一时间看得有些痴了。长生道长，我可以在你们观里上个香吗？道长，上香有什么规矩吗？我只是个假道士啊，你问我问谁？要不我给师傅他老人家烧纸，让他晚上托梦告诉我。心诚则灵。夏星宇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在黄色蒲团上跪下，而后上了3炷香。那是上好的檀香，他的穿着衣服很朴素，看得出来不是什么富贵人家的孩子，他倒是有心了。夏星宇恭敬地拜了3拜，夏星宇起身准备跟运长生道别，但他刚一站起来，却整个人朝着侧边跌倒了。道长，对不起。你先别动。他发现夏星宇的脚踝处竟然红肿一片，应该是昨天被他同学给推倒在了地上，恐怕就是在那时扭伤了脚。真是个小笨蛋，明明扭了脚，还要走这么久的山路来感谢自己。这小姑娘还真是单纯又善良。你先在这等着，我去拿点给她酒。不容夏星宇拒绝，便让他在蒲团上坐好，而后来到他房间对面的另一间厢房。这里摆放着的多是一些杂物，全是他师傅留下的。有了。对不起，道长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无妨，小事罢了。下次不要什么人都救了，有些人不值得。好的。正如运长生所说的一样，有的人他看起来是人，但其实只是披了一层人皮的牲口罢了。对了，我的灵气不知道对回复伤势有没有作用。运长生在指尖覆盖上薄薄一层的灵气，再次开始揉捏，没想到这一按对不起，道长，我突然感觉脚踝那里有些冰冰凉凉的。这是我们道观的独门手法，治疗跌打损伤效果拔群。好了，回去之后你好好休养几天就差不多了。没想到灵气的效果竟然这么好。好的，道长，真的多谢你了，我下次还会再来的。来上香。说完他便跑了。这里是道观，不来上香还能做什么？这光团怎么跟昨天晚上见过的有些像？难道这里也没刚被斩杀的厉鬼啊？就在手指刚一接触到那青色光团，突然他的大脑轰隆一声，仿佛脑海中发生了宇宙大爆炸一般，他的大脑变得一片清明，所有的烦乱的思绪全都一扫而空，他的思维也变得异常活跃与敏捷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运长生感觉他现在的精神比平常状态好了10倍有余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顿悟状态？运长生连忙开始回忆九霄玉雷真经的第2层，原本晦涩难懂的功法，在这一刻突然变得浅显易懂，一切的难题全都水到渠成，迎刃而解，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。顾长生对九霄玉雷真经第2层的理解在飞速的增长。这个男人明明可以手操雷霆，但被百鬼堵在道馆里5年，感受了无尽的孤独，在这5年倾尽所有，只为除尽一切诡异。哎呀，我成了，成了！怎么回事？动状态怎么突然消失了？运长生百思不得其解，他开始回想之前发现的一切，而后抓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夏星宇。难道跟上香有关？运长生尝试上了几根香，但点燃之后，那道青色光团却并没有再次出现。会不会是跟香的质量有关？还是说我本人上香没有用处？看来得下山一趟，多买一些香来试一下了。还有那妹子说过，她还会再来，下次找她试验一下，就能得出结果了。运13刚准备出门下山，不料才刚出门就遇到了又一位客人。今天真是奇了怪了，5年没遇到任何一位客人，今天却连续来了2位。你是？道长你好，我叫苏瑶，昨天你救了我们一命，今天特来感谢。居然都来了，刚好过来验证一下我的猜想。带着苏瑶来到大殿，苏瑶一眼便看到了摆放在旁边的果篮。道长，有人在我之前来过了，我算是来得很早的了，居然还有人来得比我早，那岂不是连睡觉都没睡，买了果篮就直接来了？应该是你同学，他叫夏星宇。听到这话，苏瑶的眼神突然变得暗淡了几分。道长，多谢昨天的救命之恩，星宇是我同寝室的闺蜜，昨天晚上是我害了她，如果不是你，她可能已经被恶鬼吃掉了。我也没想到张俊竟然是这种畜生，他平日里表现得温文尔雅，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。
张俊求了他好几次，希望他能创造机会。一开始他是拒绝的，但张俊求了他好几次，软磨硬泡的，再加上他平日里在班级里风评确实不错，这才终于答应了下来。道长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觉得自己没资格当星宇的朋友了。运长生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的站着。苏瑶看着运长生沉默不语，双唇紧闭的样子，突然恍然大悟。哦，道长，我悟了，你的意思是沉默不语，不会有任何改变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把一切都跟星宇说清楚。如果他不愿意原谅我，也是我咎由自取。你悟了个什么玩意？我只是想不出办法，在那发呆啊。姑娘，你想太多了吧？道长，改日再向你道谢，今天我先回去了。苏瑶说着便准备离开，运长生连忙喊住他。居士，上炉香再走吧。好不容易来个大活人，我可得验证下自己有关那个神秘光环的猜测才行。道长，我没带现金，微信扫你可以吗？你看我这道观，像是通电了的样子。我的手机早就扔那吃灰好几年了，不用钱，只要居士的一份诚心即可。运长生给苏瑶递过去几根刚找出来的香，这让苏瑶顿时有些尴尬起来。哇，这是真正的世外高人啊，自己竟然提钱，真是太俗了。他满脸不好意思，连忙接过香，对着神像拜了3拜，而后插进了香炉中。看来自己上香不行，必须要其他人在紫金棺里上香，才会出现这神秘光团。送走苏瑶后，运长生迫不及待地回到正殿，观察起了新出现的光团。这有点小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运长生尝试着触碰光团，他再次进入了顿悟状态。他连忙开始修炼9霄御雷真经。怎么这么短？就30秒，看来这个光团跟那人的诚心有关。下一次看看香的品质会不会有关系。鬼王们等着我，我一定会让你们感受这世间所有的痛苦。就在运长生准备下山的时候，道观里竟然又迎来了客人。一日之间，竟然来了3波客人。道长，我叫李飞，昨天晚上你救了我一命，真是太感谢了。说着，他放下了带来的谢礼，一桶油跟一袋大米。好家伙，你这也太实在了。不过这还真比果兰好使，道观里已经1粒米都没有了，再待在这，怕是只能吃草根了。这位是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江州电视台的记者，我叫李婉君。李婉君主动上前一步，还给运长生递来一张名片。记者找自己做什么？道长，她是我姐，昨天我太害怕了，就跟她说了这件事，结果她知道后非要我带她来，我实在是拗不过她，抱歉。刚好可以通过她来打响紫金棺的名声，到时候就有源源不断的香火，但不是现在，在确定那个神秘光团的机制之前，我不想被太多人打扰。道长，贸然打扰十分抱歉，但我真的十分好奇，您真的会道法吗？鬼，世界上竟然真的存在这东西吗？道法，这都是虚构的东西。李小姐还挺相信科学。你瞧瞧你身后的神像，你身上的道袍，还有旁边的香炉，你说这话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？而且我才是代表科学那一方的好吧？道长，不是我怀疑你，但是昨晚紫金山这边确实是雷声不断，即使在江州城内，我也听到了那股动静。你真的不会道法？那是很寻常的雷暴现象，热带和温带地区都可以见到这种绝地性强对流天气。说详细些，就是大气中的层节处于不稳定时。等，道长，你到底是道士还是教授啊？我是来探寻神怪怪的那些东西的，可不是来听物理课的。贫道不才，以前是江南大学的学生。那道长，我们来上炷香，可以吧？可以。两人上完香，李婉君取出1000块钱，塞到了运长生的手里。居士，香火不收钱。我没有白嫖的习惯，而且你救了李飞，就当我请你吃顿饭吧。哎，好吧，在道观里躲了5年，已经啥都没了。如此，那贫道便赠你一个香囊，居士可以随身携带，可以驱灾辟邪。运长生说着，从侧殿取来一个红色的香囊，交给了李婉君。驱灾辟邪，道长，你可是说要相信科学的？一些心理安慰罢了，要不我再跟你说说心理学方面的东西。李婉君连忙摇头，他可不想继续上课。见李婉君转身，运长生露出了一丝胜利的微笑。小样，还想从我嘴里套话？你还嫩了点。大恩不言谢，道长，他日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刀山火海在所不辞。运长生摆了摆手，让他赶紧走。我这是紫金观，又不是梁山聚义堂，说的那么肉麻做什么？一大一小，大的跟苏瑶的差不多，小的怎么只有芝麻大小？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，光团的大小跟上香者的诚心有关。得出这个结论后，运长生踏上了下山的路。接下来就该测试下香的质量，能否影响光团大小了。至于那2个光团，我想看一看这东西能不能保存，如果可以那就太好了。这位道长觉得有问题，算了，就当是我弟弟的一次梦吧。姐，那个道长好帅啊，跟你年纪也差不多，要不你嫁给他得了呗。闭上你的嘴，还有昨晚那件事，不要到处乱讲，知道了没？哎呀，姐你别这么凶嘛，你就是太凶了，所以一直找不到男朋友。别痛，别揪了，耳朵要掉了。哼！李婉君先是把李飞送到了他们学校，而后便准备回公司了。然而，正当李飞准备下车的时候，一辆失控的大货车突然朝着这边急速狂奔。不好，完了！
这个男人明明可以手搓雷霆，但被百鬼堵在道馆里5年，感受了无尽的孤独，在这5年倾尽所有，只为除尽一切诡异。李婉君惊魂未定地站起身，回过神过来才发现整辆车子全部变形，车头严重陷进去。我为什么没有事？车子成这样了，为什么我一点事都没有，只有轻微的擦伤？什么味道？好像这是……他顺着香味的方向看去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这是运长生给我的那个香囊，刚刚还完好无损的香囊，现在竟然整个破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世上真的有不科学的东西存在？5年没下山，现在最普通的檀香竟然要7、800一盒，在网上沉香、龙涎香那就要4位数起了。还好没为了面子没收钱，不然我连最便宜的香都买不起了。运长生买了一些便宜的仙香，然后又忍痛买了一盒檀香，现在他全身上下只剩下了100块钱。这100块得去买点肉跟蔬菜，调味品也得买一些。还好李飞那小子给我送了油跟米，不然真要饿死了。运长生精打细算，恨不得1块钱掰成2块用。走着走着，一股香气突然调皮地钻进了他的鼻腔。不行，这太贵了，使不得。一餐下去，自己接下来这段时间就只能吃大米饭炖树皮了。但是这香味真的太诱人了呀！就在运长生纠结了2分半的时候，最终还是决定花个20巨款去补充一下油水时，突然一道身影从前方匆匆跑来，跟运长生撞了个满怀。抱歉，对方似乎有急事，说了句抱歉，就又急匆匆地走了。运长生也没在意，大街上嘛，撞到人也是时有发生的事情，但他马上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现在这世道真的是太有趣了，希望你也能够让我有那么一丝丝的愉悦。小老鼠，快点藏好，我现在就要来了。今儿是真不错，刚开张就遇到个肥鱼，看打扮是个道士，这些出家人应该都很有钱吧？然而一打开钱包，脸就绿了。怎么就100块钱？哪儿来的穷鬼？晦气！老子家养的狗，一天的狗粮都不止100块。你这个不行，看我这个，哥们这波收获700多，还不赖。你的眼光还是差了点，怎么偷到这种穷逼头上？中午我做东，咱们吃顿好的，也算给你去晦气。那感情好，等吃完再去洗个脚爽一下，那我可不请客啊，哈哈。两人勾肩搭背，就要离开小巷子。你们在说谁呢？哪里来的神经？小子，别特么挡路，赶紧滚！就是这小子，就是我刚才偷的那个穷鬼。你就是那个穷鬼，怎么的？不服气，想跟哥们练练？是好，希望你们两个老手能够有趣一点，不然就太无聊了。神经兮兮的，你在嘀咕什么？运长生突然一个瞬身就来到了光头男的面前，直接一拳痛击他的面门，光头男人被击退几米。这些道士不是都该弱不禁风的吗？你们就只有这些能耐吗？我可是很无趣的。我说是如果，你们要是他们该多好啊，这样我就拿。夹克男怒了，他听见运长生大笑，还以为是在嘲笑他们。老子今天就笑你什么叫后悔！他扬起一拳就朝着运长生的面门倒了过去。对了，还有，运长生还是知道他们不是鬼，所以也只是暴打了他们一顿，顺便再朝他们借了一点钱，加起来竟然有1000多块。你太过分了！我还有更过分的，你要尝尝吗？夹克男怂了，但他还是咬牙道：“我们是跟三爷混的，你得罪了他，没好果子吃。”三爷没听过，记住这张脸了吗？回去告诉你那什么三爷，他要是不服气就来找我。说罢，运长生一人一脚踹晕了两人，扬长而去。运长生神清气爽，有了2位散财童子的资助，他的钱包终于是鼓了一些。在回去之前，先吃顿饭吧。来到前台，运长生刚想点单，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欢迎光临肯打基，请问，长生道长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下山买点东西，顺便吃个饭。你在这里做兼职？道长，今天我请客吧，想吃什么随便点，正愁没机会感谢道长呢。”这不太好吧？运长生有些犹豫，看下星宇的家庭条件，估计也很一般，不然他也不会脚伤还没好，就跑来做兼职了。道长，你要是不点，我就帮你下单喽。夏星宇笑盈盈的道，他身上其实也没什么钱了，今天早上的果篮都是他咬牙买的。一会跟店长预支几天的工资，大不了接下来天天吃泡面，一定要尽力招待一下长生道长。见夏星宇如此坚持，运长生就点了个最便宜的套餐，但除了运长生点的之外，还多了几份小吃。这些是？道长，我正好差不多要下班了，我肚子也饿了，就陪你一起吃吧，你不会介意吧？运长生摇了摇头，他也没多想，但夏星宇坐下后却只吃了几根薯条。看来他是看了出来，怕我吃不饱，这才找了个借口。两人一边吃饭一边闲聊，运长生这才知道
夏新宇他们是江州大学外语系的学生，昨天是那个叫张俊的富二代组织的。运长生也问了那个叫陈凯的狗腿子，这才得知他竟被连夜抬到医院去了，据说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哼哼唧唧的。至于运长生，这事儿是怎么都算不到他头上的，毕竟他是被雷劈的。难不成怪我喽？两人有说有笑，却不知一道身影看着这一幕，脸色很是难看。新宇，他是谁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应该不是很熟吧？之前面对这小子的时候，笑靥如花，对上自己就摆出这张臭脸。新宇，我是跟你道歉的，昨天晚上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只是一不小心手滑，这才害你摔倒了。回去之后，我一直很后悔，你没事就好。夏新宇目瞪口呆，世上竟然如此厚颜无耻之徒，运长生直接被逗笑了。即使夏新宇再傻白甜，也不至于信他这种鬼话吧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这位居士，你不要把人你昨天忘恩负义的行为，大家可都是看在眼里的。我家大黄都做不出这种事。大黄是谁？我养的狗。你骗你的，其实我没养狗，我只是想说，你连狗都不如。这家伙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？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小子，回头再收拾你。张俊取出一个礼盒，递给夏新宇。新宇，我是真的很后悔，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吧。是施华洛世奇的项链，对社会人而言不算太奢侈的品牌，但对区区学生，他觉得这还是能手到擒来的。张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不熟，请回吧。这个男人明明可以手操雷霆，但被百鬼堵在道馆里5年，感受了无尽的孤独，在这5年倾尽所有，只为除尽一切鬼孽。夏新宇还记得运长生的那句忠道，不是什么人都值得救的。夏新宇是我看上的猎物，就绝对不容许其他人插手抢夺，他是我的。新宇，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。在这里，我直接省略唱歌了。道长，我以前真没发现，这家伙怎么这么肉麻？这里可是快餐店啊，又不是西餐厅。要不要给他点小教训，帮一下这位单纯的妹妹？说不定回头他就能贡献更多的青色光环呢。啊，这不太好吧？道长，暴力会不会不太好？暴力虽然也能解决问题，但贫道不喜欢用那么低级的手段，你就瞧好了吧。他在桌子下方的手对着张俊所在的方向微微一弹，一道微不可见的紫色电弧便朝着张俊激射而去。这是紫霄神类的削弱版，连1%的威力都没有，但却可以带来一些惊喜。怎么回事？但他也没太当回事，继续弹奏。但马上那种酥麻的感觉又出现了，这一次他整条手臂都不由自主地颤动了一下。你们这店是怎么回事？这钢琴漏电啊！好不容易找到机会，可以在夏新宇面前露一手，这不给自己添乱吗？钢琴又不插电，怎么会漏电呢？这不是来找茬的吗？这位先生，本店的这架钢琴不是电钢琴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我在说谎吗？店长刚想说些什么，却见张俊突然身体猛地一抽搐。这小子不会真是来碰瓷的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自己的身体怎么好像触电了一样？触电的力度越来越大。不妙，快让开！卧槽，厕所！但他话刚说完，他就开始连续的喷射，店里的人开始疯狂的逃窜。这尼玛已经不是拉裤兜的程度了，这特么的都快成喷泉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尼玛，你是对面华莱士派来的刺客吧？卧槽，这简直比疯狂星期四还疯狂！快来人把他架去！我擦，人呢？怎么都逃光了？道长，这是你做的，这比被揍一顿还惨啊！彻底社死了。人见自有天收，他这是遭报应了。走吧，这地方已经不适合用餐了，换个地方。这次贫道请客。夏新宇本想拒绝，但拗不过运长生，最后两人简单的吃了顿快餐。运长生便与夏新宇道别，返回紫金山。临别前，夏新宇看着这位神秘道士的背影，愣愣的有些出神。自己好像又欠了他人情，下次带点礼物去见道长好了，也不知道道长会喜欢什么。刚回到紫金关，运长生就止住了脚步，神色变得谨慎了几分。道观门口怎么有一道黑影？不会是百鬼夜行又来了吧？但这次自己手上的黑莲印记怎么没有发烫？要不要偷偷给那道身影来一棍子？这山上别的没有，就是乱七八糟的树枝木棍多。至于会不会打错人，哪个正经人大晚上的没事干，在人家家门口转悠？说不定他就是昨天百鬼夜行的漏网之鱼呢。长生道长，你在吗？他知道自己今天刚取得道号。对方在敲了一阵门后，似乎准备放弃了。他转身正准备下山之时，运长生从一旁的大树后走了出来。贫道长生，居士找我有事，还好不是鬼。是不是太年轻了？在异象里，那些隐居的道人，不说7老8十，最少也得须发皆白吧？这年轻人估计跟自己岁数都差不多，甚至可能比自己还小。而且他怎么鬼鬼祟祟的，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好，我叫刘若雪，中瑞地产的总裁。总裁啊，霸道总裁找自己干啥？是婉君介绍我来的，我遇上了一些麻烦，希望道长能出手帮忙。婉君，早上那个李婉君，自己跟他应该不熟，他应该也不清楚自己的本事，他怎么会找人来让自己帮忙？先进来说话吧，详细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我爷爷病了，整整1个月，卧病在床，没有任何好转。天，我又不是医生，
这事儿你应该带他去人民医院。你别看我长这样，我不会以气郁针，也不会鬼门13针，更不会扎一针就让尸体复活的那种。我们从省里请了不少名医，顶级的外科医生、中医泰斗，但都没有什么用。我不是来求医的。局势但说无妨。道长，你相信这世上有鬼吗？这东西我熟啊，不说5年前遇上的那些，就昨天晚上自己都劈死不少，这不刚好专业对口吗？居士，我们这是唯物主义的世界，你可能太累了吧？道长，这个世界可能没我们想的这么简单。我最近听说了一些传闻，有人在拜佛的时候，佛像突然开口询问愿望，那人满心惊喜，道出愿望，结果他的愿望真的实现了。但在实现愿望后的第7天，他从30层高的大楼上一跃而下，没有任何预兆。我还听说有间学校的音乐教室，每到晚上都会响起令人毛骨悚然的歌声，歌声是由13道不同的男女声音构成的。有好事的人大半夜前去探险，结果从此之后，声音变成了14道。最后一个是听我朋友说的真事，有个混社会的大哥，他每天祭拜关公像。有一天，关公突然睁眼，大哥惊喜万分，以为关公显灵了，没想到那关公竟然留下秀链，把那大哥细细的剁成了孝子。前2个故事倒是没什么，很普通的诡异故事，但最后一个是不是有些不对劲？细细的剁成臊子，这是关公还是镇关西？也只有一个字对上呀。道长，如果你有办法，希望能帮帮我。我也去过不少有名的寺庙道观，花了不少钱，但没有任何用处，钱是假的。眼下我也只能指望这个年轻的道士了。运长生想了想，从自己住的厢房里随手撕下一道黄符，交给了柳若雪。这是我这几年画的，应该也有紫霄神类的一丝威能，对付个寻常小鬼，问题应该不大。鬼一击就死，至于人能不能活就不保证了。道长，希望你能亲自下山一趟，我不会让你白跑的，你报个数吧。听到有钱拿，运长生眼睛一亮，伸出了一根手指。10万可以，我现在身上就带了5000，先当定金吧。我靠，多少？10万？我伸一根指头，只是想要1000块啊，就这？我还思考会不会太多把人吓跑，这是遇上富婆了呀！早说有这么多钱啊，马上走都行。居士的诚心我感受到了，我就破例出手帮你一次。那道长，明天我派人来接你。天色已经不早了。说完，柳若雪便告辞离开了。她前脚刚走，运长生的笑声就忍不住了。这么多钱，回头我整个太阳能发电板，再整台电脑，买个手机，不是美滋滋，冰箱也得整一个，里面放满肥宅快乐水，在深山老林里也能当网瘾少年。看来是可以长期存在的。随后便开始吸收，开始顿悟。咦，我这正殿怎么有个洞？这破破烂烂的屋顶能吸引到谁来？让贫道抓住你，没你好果汁吃。哦，是我呀，那没事了，反正马上就要有钱了，倒是不在乎这些了。这个男人明明可以手搓雷霆，但被百鬼堵在道馆里5年，感受了无尽的孤独，在这5年倾尽所有，只为除尽一切鬼秘。道长，我们就这样空着手去啊？不然呢？这我看电视剧里不都得准备些符纸、糯米、黑狗血之类的东西，甚至还有带活公鸡的。这道士看得太不专业了，好歹你也得背个桃木剑，手里拿个罗盘吧。你这一身打扮，比去郊游都干净利落。那是他们道行不行。大小姐请的这个道士真的靠谱吗？今天可不是闹着玩的啊。好家伙，不愧是大户人家，这可比自己的道观奢华多了。看来是头肥猪，有实力的客户。这般请。看来今日这解决问题的道士恐怕不止我一个。这人不是大小姐请的。无碍。这些玩意真的有用？师傅珍藏的典籍里根本就没有记载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也不知道是紫金观里的书太少了，还是这些本就是骗人的东西。但是比起别人，运长生倒更像是个假道士。长生道长，你来了。为啥长生道长怎么两手空空的就来了？其他的道士可都是带来了一面包车的装备，看这架势，看来就带了一个人过来。道长，你的装备呢？有我本人在此，一切足矣。自己不会是选错人了吧？可是李婉君说那个香囊确实保住了他，难不成是搞错了？若雪，你请的道士还没来呢，怎么就先来了个道童？大伯，长生道长就是我请的道士。这么年轻，能有什么本事？柳若雪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若是出了些什么意外，你担得起这责任吗？大伯，这就不用你担心了，如果真出了意外，我会负责。你最好能负得起这个责任。
就大家族里的那点事吗？老爷子还没定下继承人，就突然病倒了，而且大小姐这么年轻就被安排了总裁的位置，总会有人心生不满的。这倒是与我无关，反正我只要解决问题，拿走属于我的那一份就行。抱歉，长生道长，我大伯说话不太中听。无妨，有没有本事，嘴上说没用，终究还是要在手底下见真章的。对了，什么时候开始？应该快了。这个男人明明可以手搓雷霆，但被百鬼堵在道馆里5年，感受了无尽的孤独，在这5年倾尽所有，只为除尽一切诡异。看来你也很兴奋，那主人们有个美好的羡慕我。俊长生手上聚集着一丝九霄神雷的威能，一个翻身直接到女鬼的身前。面对如此可爱的女鬼，俊长生的兴奋再也按捺不住，放声大笑。这道长怎么生猛的吗？这女鬼怎么吓人？你就这样？在享用美食前，要让美食饱受韵味，你说对吧？在运长生玩累了之后，众人看着本来就血肉模糊的女鬼，更加的血肉模糊。居然还能动啊！玩累了，贫道这就送你上路。看你这样饱受痛苦，想必你的味道应该会更加美味。一道紫色的闪电划破天空笼罩着的乌云。我没看错吧？长生道长他唤出了雷电，这可比什么桃木剑、黄符要震撼太多。这世上竟然真有道法存在，这位长生道长是真正的真人啊！还好自己一直选择相信他，不然今日这里怕是要变成地狱般的场景，没人可以逃出升天。我那颗骚炕，柳若雪带来的这个年轻人竟然这么厉害，今日真是多谢道长了。若不是道长，我柳家大难临头啊！我们很熟吗？要是没有机会，高低也给你抓过去，让你的余威前进一下。在这里先暂停一下，我为了给大家带来更精彩剧情，我特意换了新电脑，剪辑快多了。旧的联想拯救者我放转转上回收了2400多，像我换下来的旧手机、游戏机、相机啥的，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，特别靠谱。总之听我的，二手回收认准转转 APP 就对了。自己好歹也是江州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。运长生来到张道长的身旁，看着血肉模糊的张道长，直接一道闪电劈向他。张道长原本血肉模糊的身体突然化作一道烟雾，只留下一个残破不堪的一个用稻草编织成的娃娃。张道长的身形从烟雾中缓缓走出。我就知道你还活着，就这个小手段，你还能骗我不成？仙师，找小的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些话要问你，此地不方便讲话。还有你，赶紧滚去换一件裤子。仙师，您找我有什么事？问你几个问题，这些鬼怪是不是有等级之分？这道长这么厉害，连这都不知道。回仙师，他们确实有等级。据我所知，这些鬼物分为7个等级：冤魂、厉鬼、恶鬼、鬼将、鬼王、鬼皇、鬼帝。不过我遇到的最厉害的鬼物，也就是厉鬼，他已经很要命了。更高级一些的，运长生又详细问了一下，这才得知，对于寻常人而言，厉鬼就已经棘手到了极点，到了鬼将级别，甚至要惊动一些天师级的人物才能解决。至于鬼王，那是足以毁灭一个城市的存在，堪称天灾。如果一尊鬼王就足以毁灭一座城市，那自己遇到了100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还有那个统御鬼王的女鬼，她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更加恐怖的鬼帝？你现在是什么境界？说来惭愧，我偶然获得1卷功法残卷，苦修数10载，才勉强练气1层。练气1层，这样看来，自己修炼5年才练气1层，似乎也不是太菜。眼下还是要击杀厉鬼来提升实力，自己再杀个10几20只厉鬼，就能升到练气5层了。自己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抵抗的本钱。那什么境界可以御剑飞行？自己那便宜师傅到底是什么境界？能御剑飞行的高人，最少也得是传说中的金丹老祖，那是跺跺脚就能让整个世间抖3抖的大人物。什么？金丹老祖被一脚才死了呀！妈蛋，我还想着什么抵抗的本钱，等死吧！摆烂了摆烂了，还是多给自己提前烧点纸吧。恐怕百鬼夜行也有着某种规则，或者说是限制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听说过百鬼夜行吗？听过是听过，但这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之中，它比阴兵借道还恐怖，即使有人见过，也全都死了。所以很抱歉，我也不知道更多的内容。运长生摸着手上的黑脸印记，打发走了张道长。你们可要快点来啊！你们不来，我可是很无聊的。长生道长，打扰了，您现在有空吗？长生道长，钱我已经存在这张卡里了。合作愉快。折腾了一整天，运长生回到紫金关的时候，天色都已经黑了。大门怎么开了？门锁竟然是被人暴力敲开的，怎么回事？有人找麻烦来了。看来又来小老鼠了，今天可真是热闹。
已经没啥可砸了，这个也给他砸了吧。你砸够了没？你终于回来了，可真是让哥们一阵好等啊！你在这里闹事，就不怕恶名产生吗？你不会想告诉我举头三尺有神明吗？告诉你，老子从小就不信这些。我3岁那年就对着神像撒过尿，要是有报应，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来啊？是不是天上信号不太好啊？不，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怕我会控制不住。美叶，万一我一个不小心，直接把你打死，这该怎么办？光头男看着运长生，浑身散发着不祥的气息。这小子怎么感觉画风不太对劲？哼，就凭你！哥们也不跟你废话了，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今天乖乖给我打一顿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但你如果不知好歹，还想反抗，缺胳膊断腿的，就怪不得哥们了。是谁派你来的？哥们是有职业素养的，你别想从我口中问出半个字。好，那好，希望你也要坚持的久一点，不让我有那么一丝余愿，就一丝丝，不多。我每天都只敢躲在道观里，只因5年前我来道观寻求修仙之路，但是没想到在我还没入门，遇到了百鬼夜行。师父为了救我一人抵挡百鬼，而救我一人活下来。那这5年我倾尽了所有，只为无尽一切。这件事里，你连路边的老鼠都不如。你小子搞偷袭，有种让我先出手！不可能，这小子力气怎么会这么大？一定是我刚刚砸东西，砸到没劲了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果然是个老鼠，怎么又跪下来了？你这是在祈求我吗？起来啊，别不动啊！这倒是有点邪门啊，不能这么继续下去了，都给我上，弄死他！他 ABC 的，你以为我一个人就来了？老子做事追求万无一失，你心性再邪门，一个打5个试试。就凭你们一群躲在阴暗的老鼠，在这里空间有限，去跟我去外面大胆不敢？行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动手，弄他！这怎么会？你们就不能让我尽心一点吗？干嘛？就一点，一点点也好啊。刚刚是啥情况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不信，你一个道士能拿我怎么样？来啊，有本事就给我脖子来一下，干啊！我操，这小子是什么情况？道法还是仙术？快跑！肾上腺素的飙升，让原本发麻的腿在求生的本能下瞬间动起来，身下几个小弟也跟着跑了起来。就是这样，像个老鼠一样跑转，因为只有我才会让我现在。哥，你玩真的啊？劈歪了，这次得瞄准了。哥，你是我亲哥，别来了，我害怕。不给你们点颜色尝尝，真当我鬼见愁白叫的。哀嚎声一直持续到了第2天天亮，先是饶命，然后是救命，最后变得跟蚊子嗡嗡似的，根本听不清说的是什么。他们声音都哑了，也没人来救他们了。夜风很冷，绑着他们的藤蔓又很细。爷爷，我的亲爷爷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。哟，一夜不见，我的辈分长了这么多。现在可以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来砸我道观的了吧？是张俊，是一个叫张俊的 ABC， 他家是做生意的，很有钱，读的江州大学。早就已经猜到是这货，问得清楚，也只是为了让那小子死个明白。不过说好的你很有职业素养，不会透露一个字呢。我给你们2个选择：一，留下来做化肥；2，去把张俊收拾一顿，他要你们怎么教训我，你们双倍奉还。选吧，1还是2？你们如果选不出来，那就由我来帮你们选吧。正好道观旁边的花最近有些无精打采的。爸，我选2，你们说是吧？对，我们选2。滚吧滚吧！这位也不会是反悔了吧？爷爷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我们把道观弄得乱七八糟的，就想一走了之，这是那几个蒲团的赔偿。你这蒲团的皮是金子做的，还是棉花是金子做的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不，谁有意见我第一个跟随你。弄坏了爷爷您道观里的东西，赔偿是应该的。怎么，是不是你有意见，还是你有意见？大哥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好了，都去正殿上炷香，然后你们就可以滚了。好。大哥，等等我。
这一次我可是准备了好几种不同的香，加上他们都被自己吓破了胆，诚心方面应该是差不多的，只要控制好这个变量，就让我看看好的香火究竟能不能影响青色光团。看来香火的好坏真的可以影响光团生成的大小，最小的那个光团与最大的那个大概相差了3成左右。别看这数字差距不是很大，积少成多，沉香还不是最好的香。如果能找到一些名贵的木材拿来制作香火，效果恐怕还会更好。运长生将光团暂时保留，运长生虚掩上道观的大门，悄悄跟上了光头哥几人。他们还没走远，若是他们出尔反尔，呵呵，自己倒是不介意真的把他们变成化肥，反正他们到时候的死因肯定牵扯不到自己，反正是雷劈的。这个男人明明可以手搓雷霆，但被百鬼堵在道馆里5年，感受了无尽的孤独，在这5年倾尽所有，只为除尽一切鬼影。哥，你不会真要带我们去揍张俊一顿吧？他爹可是张安明啊，去年还入选了江州10大知名企业家，得罪了他们，我们都会完蛋的。ABC 的，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把我爷爷，不，把那位道长的话当个屁给放了吗？众人回想起那一幕，那位爷是一个会有道法的高人。你们想找死，我不拦你们，但你们记住，那可是能呼唤雷电的高人。是一个富豪可怕，还是他可怕？用你们的脑子好好想想。哼，一群怂货！好了，都别想那么多了，这件事办完，大不了咱们就跑路。难道离了江州，我们就会饿死不成？反正那位爷是绝对不能再得罪的。万一我们没完成和没有听从那位爷的话，到时候一个天降闪电，我们到时候找谁说理去？什么这么快就好了吗？不愧是江州最厉害的帮会，这么快就解决了。我现在就过来。嘿，照片拍了吧？打得够不够惨？叫你小子抢走我看上的猎物，这次只是利息。拍了，可惨了，满脸都是番茄酱。不仅拍了照片，还有视频呢。哇靠，这感情好啊！那自己要好好听一下那小子的惨叫声。我操！你们疯了！四哥，快管管你手下的狗！去你 ABC！ 要不是你这 ABC 的，哥们几个人这么惨吗？都给我打！你们不是我收买的吗？你们疯了吗？住手！快住手啊！你们等着，我要让我爸弄死你们！饶命！饶命啊！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想钱是吧？我给。怂货！你害得哥儿几个连江州都不能待了，这点教训算便宜你了。我操！一群王八蛋！你们给我等着！都给我等着！最近为什么干啥都不顺？这一切都是他，这一定是他！我饶不了你！你们还想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忘了点事。腿抬起来，看到旁边的垃圾桶了吗？垃圾就得待在属于他们的地方。哎，我操！你们两个懂不懂垃圾分类？像他这样的是有害垃圾，你们怎么丢失垃圾里去了？算了，放着我来。我可是张大少，江州大学里的风云人物，怎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那个谁，这里不让乞讨，快点走开到别的地方去。什么我？不错。快溜，这江州谁爱待谁待。欣赏完张俊的惨状后，运长生便来到了夏星宇做兼职的那条街。老板，你们这有没有好一点的锁？有，你看看要什么款式的？那种比较抗揍一点的。怎么了，老板？你们是谁？小子，做过什么？这就忘了？三爷请你过去。三爷，想起来了，居然花这么大阵仗来找我，别人都这么热情款待了，那我……想起来了吧？现在知道怕了吧？晚了，带路吧。简直是太棒了！又来了一只老鼠。哟呵，嘴还挺硬啊！你倒是有种，就是不知道到了三爷面前，你还能不能这么有种？车子在一间废弃的旧厂房前停下，这里就是三爷的老巢。小子，有什么遗言，你可以交代一下，我帮你转告。今天还没有活动筋骨呢，那个叫三爷的大老鼠呢？是在这里面吧？操，见过嚣张的，还真没见过这么嚣张的。小子，你有本事就一直硬气下去，等会儿让你哭都哭不出来。在一行人进入旧厂房的时候，对面的一栋居民楼顶，道士，他的情况看起来有些危险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普通人？
我们摸查多日，终于搜集到了一定程度的证据，找到了三爷的大本营，知道大部队赶到就能收网。没想到在这紧要关头，突然冒出来一个普通人，而且他明显是被三爷的手下绑到这里的。若是置之不理，绝对凶多吉少。小赵，准备动手啊！严队，大部队只要20分钟就能赶到，把这里团团包围。我们这么做会打草惊蛇的。严希月非常犹豫，去了可能三爷会跑，下一次想抓到就难如登天了。但是现在不去，那小子很可能凶多吉少。人命关天，20分钟太久了，我们等不了，跟我上。来了，坐吧。坐还是算了，毕竟我很忙的，没太多时间陪你。我听说了，你是主动来的，而不是被绑来的，有意思。你是觉得你能跟我刘三碰一碰，是吗？你数数这里有多少人，跟我玩，你有那个实力吗？16、17、18、20，加上你，也就20只老鼠，好像不是很多，我应该有这个实力。好，有种！你觉得自己很能打是吧？东子，跟他玩玩吧。小子，也别说我欺负你们出家人，我让你先出手。不，你们还是一起上吧。只是一些大一点的老鼠，应该能让我玩得尽兴。老鼠，你小子太猖狂了，就这么不把我放在眼里，你小子完了。如何也不兴奋不起来啊？你不是很牛逼吗？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都给我上！就是这样，只有这样才能让我感到兴奋。之前都是你们抢别人，现在该轮到我了。这个男人明明可以手操雷霆，但被百鬼堵在道馆里5年，感受了无尽的孤独。在这5年倾尽所有，只为除尽一切诡异。就是这样，只有这样才能让我感到兴奋。之前都是你们抢别人，现在轮到我了。怪我啊！快跑！都跑干什么？他只有一个人，都他妈给我上！谁再跑，我就先拿谁去喂狗。你别跑，我才感到惊喜。现在只剩下别的下水的老鼠能跑出来。要走啊！快逃！一个也跑不了，就那么一个人。就剩你一个了，三爷。去你 ABC， 老子弄死你！妖怪！比起枪，我觉得还是我的雷鬼好。打完怪就该跑金币了。靠，你怎么比你小弟还穷？就几张卡，连现金都没有。这个呢？不许动，全都举起双手，蹲下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足20来号人全都倒在了地上，口吐白沫，浑身抽搐。这里不是三爷的老巢吗？自己这还没到就已经结束了。对了，那个道士呢？警察、警官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我是被他们绑来的。我知道。等一下，你这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干？严队，刘三爷也在里面，他没跑掉。真的？是真的，但是这刘三爷的情况有些不对劲。怎么不对劲？他衣服怎么被扒下来了？这些人都是你放倒的？是我弄的。哈哈，小兄弟，我可得感谢您，你可是帮了我大忙。他们的老大刘三道上人称三爷，身上还是有悬赏的。悬赏多少钱？应该是5万块，还挺多的呀。所以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贫道住在深山里，怕遇到劫道的，所以略懂一些拳脚。这叫略懂？自己的搏击跟擒拿估计是练到狗身上去了。对了，这人怎么教了？他怎么教了？可能是平时坏事做太多，遭雷劈了吧。被雷劈什么的太匪夷所思了，但是眼下这种情况也只能这样子。但是他被雷劈，为什么衣服没了？可能是不许动，全都举起手来。什么情况？不是说情况很危急，会有一场血战的吗？结束了。严队长，佩服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。这可不是我，全是这位道长做的。道长，啥时候道士不去捉鬼驱妖，改行揍人了？时代变了。运长生跟严希月回去做了个笔录，确认他跟刘三爷犯罪团伙无关，运长生便被放了出去。长生道，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吧，回头奖金跟锦旗下来了，我通知你一声。这个我没有手机。既然如此，等钱下来之后，我直接送过去给你吧。好。
我住在。对了，下个月局里可能会弄一个英雄表彰大会，希望道长能来参加。表彰大会就算了，我喜欢清静，钱跟锦旗我收下。至于功劳，就算到严队长你头上好了。我们有缘，自然下次会见。那就多谢长生道长了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运长生先是买了个锁，几个蒲团，然后因为施工费太贵，就自己买了些水泥，回去自己动手。这水泥好特么重啊！一袋水泥足有100多斤重，看来回头得想办法去物色点其他法术，什么大力咒、金刚咒之类的。折腾了3个多小时，运长生终于把东西都给搬回了紫金关。